相遇那天，定个时间。大哥，为什么不让嫂子给你带上？我不想连这种事情都要求她做。这不是要求，是浪漫。也许某一天，她看到我已经戴上结婚戒指了，才是浪漫吧。还刻字了，4月初7。将爱缠绕指尖，默默许下许愿，再拥抱几个永远，不会改变，用同样热烈的今天，给你我的尽这一切，感谢你在身边。赶紧擦它。哎，你40度的温度不开空调，你不怕中暑啊？这2天空调坏了，杂音多，所以只能关了。过去没空调的年代，前辈们不是照样这样过来了吗？你那个科学家未婚夫，已婚。对，是已婚了，有什么分别呀？领了证立刻2国分居。有啊，合法啦。那你合法占有人家了吗？从心到身。你小声点啊。好吧，那我问点正经的。他这2月干嘛去了？去做金星地表的微量组分和半微量测试分析。欺负我听不懂哦。你听不懂正常，我胡说的。说实话啊。我一直不知道你喜欢上的是一个以人类发展为志向的科学家，这种人对男女之间的事情看得很淡吧？可能吧。相处起来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。都聊些什么呀？什么都聊啊。从人类发展起源开始聊起啊？哦，还聊直立人是如何消失的呢。哎呦，佩服。不过他恰好是我最喜欢的一类人。过去我看历史题材的东西，就在想，如果我生活在古代，一定会爱上一个心怀天下的男人。男人啊，总要做些事儿和名利、爱情无关，天天谈情说爱的不太适合我。天天谈情说爱我也不喜欢，不过我喜欢没有野心的男人，喜欢家庭啊，喜欢小孩子啊。总之一句话，婚后主内，帮我照顾好家庭，可以让我放手干事业。你确实适合这种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家里有事。是娘家有事还是婆家有事啊？你猜。肯定是婆家有事。唉，恋爱的女人。林叔，您在车里等，还有空调，外面多热。岁数大了，不怕热。走吧。谢谢。这一片准备种点什么呀？种薄荷吧，这里离客厅近，种薄荷防虫。哎呀，等这星期家具都搬进来啊，就差不多了。老太太给你的。什么？她不肯买，都是自己亲手剪的。我跟她解释了，说等婚房装修好了再用，现在用啊也浪费。不过等搬进来都不算新婚了，贴着会奇怪吧？哎，没办婚礼呀，你呢还是11小姐，等什么时候办了喜宴，贴了喜字，再承认他是你先生。好。
看着他结婚呐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。谢谢你接受他。您这话说的，好像遇不到我，他就要打光棍似的。他这人呐，毫无情趣可言，也就你受得了。我觉得挺好的。在我心里啊，他就是半个儿子，你也一样，半个儿媳妇儿。我总想能为你做点什么，弥补他不能陪你的时间。赶巧了，我这2个月特别忙，幸好他不在上海，否则他独守空闺，我还过意不去了呢。还是你懂事。我去看看他忙得怎么样。啊小玉买了一套精装房，这个月底搬新家。你回来的话，我把她的房间收拾一下，改成书房，卧室还是原来的样子。那边刚装修完，至少要晾1年才能住进去。平时没事，睡觉不行，对身体不好。还好我有现成的房子，可以先住我这儿。喂，断线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只是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又没说什么。你在跟我讨论我们住在一起。不该讨论吗？不是不该讨论，我只是在想象。你千万不要误解我这句话啊！我的意思是，我在想象我们住在一起的生活。我又没误会，你解释干什么？我下周会参加国际空间的会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提前过来。等会议结束了，我们一起回上海。你那边的工作结束了？彻底结束了。你给我看一下签证和工作表。申根签还没过期。连上周末能再休2天，一共休4天。周3白天到上海就行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给你订票。晚安，你那儿的晚安。晚安。周先生，开门。怎么了？帮个忙。你喝醉了。周征辰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心事住哪一家酒店，只能把他送到这里来。是他结婚了，不好单独送到酒店去。不好把他单独送到酒店，你送到我这儿来干嘛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不会是把他扔到外面去？万一碰到坏人呢？哎，好好好，把他留在这儿可以，你也要留在这儿。行，扶他去房间吧。慢点，慢点。弗兰克，你扶我房间去干嘛？
谢谢。你如果跟文川吵架了，不方便让他来接你的话，等一会儿天亮了，我叫人把你送回去。不用，我对不来梅比你更熟。好。你订婚的事，我一直想道歉，没想到被那场意外打乱了你们的节奏。没关系。我跟周文川要离婚了。当初太冲动，两个人都没想好，造成了一场闹剧。我怕我爸妈受不了，尤其是你妈还那么爱面子，决定先签协议，1年后再找个借口公开。你为什么仓促结婚？我并没有仓促啊，我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可以理解，你为了回家拿回二叔手里的东西，但你说的这个理由，我不相信。我的私事不喜欢跟外人讨论。天还没亮，你再去睡一会儿吧。等一会儿弗兰克起床之后，我让他给你送早餐过去。你过去对婚姻的态度一直很慎重，考虑得多。你还说过自己对婚姻没什么诉求，有朝一日结婚都是为了家里人。这次真让人意外。也许这个就是对人不对事吧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就继续工作了。一起吃饭。你们吃吧，谢谢你昨天带我过来。好，不客气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等了23分钟了。在外面等太久，实在饿了，方便我跟你一起吃个早饭吗？随便啊。这么久没见大哥，不一起吃个早饭吗？你们吃吧，我约了导师。我让车送你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你就这么坐飞机走了。虽然你们两人合法夫妻，
但是男女之间相处也得用点小心思。你就是太迁就他。我怎么迁就了？过去我妈带队比赛，我爸只要工作不忙，就跟着她到处玩，既省酒店钱又能旅游。你爸妈在一块儿多少年了？老夫老妻了，肯定对方想干点什么一眼就能识破。你们俩不一样啊，刚在一块儿，刚结婚，对彼此还不熟悉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点那种小技巧、小心思啊。什么小心思啊？哎，我也就是没男朋友，不然每天亲自示范给你看。就比如说这次啊，你就可以说忙没空，他就会开始猜你心思，哎，是不是冷落你了，所以你才找借口不去的。他一旦开始自省，就上套了。他比你着急，比你紧张，就相当于交出你们俩感情的主动权。感情上谁有主动权，谁就是上帝。小月，我26岁遇到他，如果幸运能活到80岁，也不过剩了54年，不到2万天。你知道他是做研究的，一出差就会像现在这样走好几个月，或许真正在一起的时间都不到1万天。如果再减去我平时工作忙加班，我到处出差的时间，见面的日子更少得可怜了。所以，在有限的相处机会里面，我没有时间去用心思、用技巧，我要争分夺秒地和他在一起，明白吗？行，好，都是白说。放心吧，不会延误的，都给你算好时间了。好，相信你。就去这么几天，带书干什么呀？不是书，打印出来的资料，我路上看的。清河2字指的是这一家族的发源地清河郡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境内。原来这么远啊！先生好。你好，一会儿帮我拿一双女士的拖鞋过来吧。有客人来，需要准备客房吗？啊，客房就不用准备了，我太太过来。那我待会儿好好收拾一下洗手间，点上熏香。您太太喜欢哪类熏香？哦，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，你就先帮我选那种最不容易出错的吧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她特别喜欢去寺庙，可以找一点类似的味道。好，知道了。哦，还有啊，帮我多拿几个软硬厚度不一样的枕头过来吧，我不知道她喜欢睡哪一种。好的。谢谢。小别胜新婚，果不其然。别在这儿摆 pose 了，走吧。这急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是啊，这是我太太，又不是你太太，快点。哎，走喽，去接周生先生的太太。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也就提前了半个小时。有没有合适的时空，让相爱的人相拥？我在西安也见到过一个女孩，匆匆一面，她的脸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，根本忘不掉。